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，这不是我的错。父母对我都很呵护，吃穿不愁，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养成一个娇生惯养的习惯。我跟被告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们两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双方的大部分收入都会放在一个公共的基金账户里面，谁要有需要的时候，谁就可以拿去用。这个被告是清楚的，账目被告也是清清楚楚的。刚才对方律师说我花钱大手大脚，请问有什么证据？你现在就可以问一下被告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我向被告要求过买奢侈品吗？我向被告要求过买名牌的服饰吗？我向被告要求过非要去高档的饭店消费，并且住5星级的酒店吗？我们家里平常是这样的，条件好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可以去多享受一些；条件不好的时候，没有条件的时候，我也可以踏踏实实、好好的一起过日子。这些我们所有家庭的开支开销，在我们每个人的承受范围之内的。去年我的工作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困境，我也确实花了大多数的时间、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，那是因为我想提高我们的家庭收入。在这期间，为了开源节流、节省开支，我们也由原来的大房子搬到了更加经济实用的居所。这些被告都是知道的，也是经过我们共同商议以后才做出的决定。用心工作，努力创造财富，改善家庭生活，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守护这个家的一种方式。我想请问原告陈冉，你和陈科是什么关系？陈科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陈科的存在？大概几个月前。仅仅几个月，这和陌生人有什么区别？你就可以带他来参加葬礼，并在我委托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邀请他到家里来吃饭，并照顾你的女儿简小晨。你是否觉得这些，你完全没有必要和我的委托人商量？对方律师刚才用"陌生人"这3个字来形容我和我弟弟之间的关系，我表示反对。我和我的弟弟是有血缘关系的，我们一起面对我们家庭的重大变故。在我爸爸去世以后，我邀请我的弟弟来参加爸爸的追悼会，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如果被告认为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，有异议的话，那我也只能说，这是被告对亲情的漠视。那我想请问，你是一个对家庭忠诚的人吗？是。我换一个更简单直接的问法，你有没有做过背叛家人的行为，比如和其他男人约会？没有。可是根据你女儿和我委托人谈话内容得知，你曾经在深夜和一个叫田茂的男子来往甚密，甚至影响了你女儿的心情。以上所说是否属实？田茂是我爸爸案子的辩护律师，也是我爸爸的徒弟，我的师哥。关于爸爸的案子，我经常会有一些情况要跟他去了解。可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家里进行案子的交流，而且是在被告出差期间？平时爸爸的案子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，我们都会随时交流的。那天正好是在家里，我也没有想那么多，而且我们确实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。你刚才说他是你的师哥，也就是说你们早就认识？对，这个有什么问题吗？如你所说，你们是因为案子见面，可是根据你女儿说，你们曾经在门前有过亲密的告别。我想请问，委托人家属和代理律师之间见面，需要有这种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吗？
清者自清。我的询问结束，谢谢。审判长，我想指出，原告陈冉所说的对家庭的重视，只是他的个人阐述。我们有必要怀疑，原告陈冉和这位辩护律师之间有超出正常关系的举动。审判长，刚才对方律师说，我对家庭有不忠诚的行为，仅仅是靠与被告的交流和口供，作为证据，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链，比如完整的视频或者是照片。如果有，请对方一并交出；如果没有，就请收回这些无稽的指控。否则会有诽谤、妨害他人名誉的嫌疑。审判长，我这里有一份资料要提交给审判长，请审判长看一下这个视频。播放视频。方律师，我不是说过了，在法庭上不要说那样的话吗？法官对离婚案的判定，很多时候都有自己的感性成分在里面，让法官相信最重要。我就离个婚，有必要弄得那么复杂吗？离婚官司就是决斗场，既然已经开始了，对方死了你才能活。我不认同你的观点，好吗？你离过几次婚？一次是吗？你知道我打过多少次离婚官司吗？如果你觉得别的律师方法好，赶快另请高明，现在就跟法官说。其实过程无论如何，你想要的不过是女儿的抚养权。这个时候你得狠一点，也不失为对女儿的一种爱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对方是有些龌龊，我这就是离婚官司，很难体面。这些短暂的不愉快，都是为了能速战速决。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心软。如果不是对方刚才说了泼脏水的话，你应该不会把曹慧的事说出来，对吧？因为我看到了，开庭前，你并没有拿出简佩然出轨的光盘。洋洋马上就要出庭了，幸好他没看到这些。法方会保护好洋洋，我也会保护好我的女儿。简小晨，在法庭上，你要如实作答。请被告律师提问。简小晨，我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。你在家里的时候，你妈妈陪你的时间有多久？她不忙的时候，会送我去上学，接我下课，去辅导班。请你回答的再详细一点，比如，你妈妈在家跟你有没有交流？有时候有。就是说偶尔有。反对，对方律师这是在混淆概念。
可以继续。你们平时节假日是怎么过的？有时候妈妈要加班，我就去奶奶家和姥姥家。有时候妈妈会带我去商场、游乐场。在你爸爸简佩然去东北之前，是不是他在家里跟你的陪伴和交流会多一些？是。在你爸爸去东北之后，你的妈妈是不是还是很忙？她是很忙，但是妈妈也问过我，她想要为了我换一份工作。我也想要妈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也为她的工作骄傲。简小晨，我想问你，在你爸爸去东北之间，你有没有给爸爸打电话倾诉过对妈妈的不满？应该有。妈妈不让我打游戏。除了玩游戏呢，你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叫田茂的人？请回答我的问题。反对，请对方律师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。这涉及到简小晨的心理状况，我请求提问继续。被告律师可以继续。这位叫田茂的人和你妈妈的亲密关系一度刺伤过你，所以你才会打电话给爸爸倾诉。反对，被告律师这样问孩子，对孩子是一种误导，也是一种伤害。对方律师，请你注意措辞。好的。是否跟爸爸提到或者吐槽过田茂？是有，是因为每次妈妈和他见了面都会不开心。我知道他们在聊我外公的事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和妈妈一起生活，你外公的案底会影响你今后的工作选择。反对，请对方律师不要问在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了。简小晨可以不用回答。我可以说两句吗？你请说。我不希望爸爸妈妈分开。在我心里，他们都很爱我，也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。但我知道，他们两个出了一点点问题。如果分开，他们可以快乐一点，也可以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爱你们。就这些。原告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洋洋，妈，妈妈想问问你，平时妈妈有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？有哪些缺点？很多很多。好，那你跟妈妈说说。我不喜欢妈妈不让我看电视，不喜欢妈妈不让我打游戏，我也不喜欢妈妈老拍我背，让我别驼背。我不喜欢妈妈为了我想换工作，我也不喜欢妈妈做的鱼不好吃。但我就喜欢每天早上起来，我喊句妈，她回句哎。原告，你还有什么要阐述的？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，为自己争取权利。在这个案子里，我最想维护的人是我的女儿。
所以我希望能够了解，我作为一个妈妈，是否合格，是否可以承担我女儿接下来的生活和教育。我跟简佩仁先生结婚15年了，我相信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日子，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的。我们也都曾彼此那么努力的去营造过这个家，但是之后有一些触碰底线的事情发生了，所以导致我们两个人不得不站在这里，兵戎相见。这是我们婚姻的失败，但是婚姻的失败不应该影响到孩子的未来。洋洋今年13岁了，从他出生到现在，我一直都在努力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妈妈。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但是未来我会更加努力，去为我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。洋洋，妈妈特别感谢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，因为有了你，我才知道每天那么拼命工作、拼命努力是为了什么。因为有你，妈妈才知道每天身上充满了爱的力量是什么滋味。谢谢。我想这也是全天下的母亲都能感受得到的吧。所以，不管今天审判结果是什么，也不管孩子最后选择的是谁，我想我跟简佩然先生对洋洋的爱是永远也不会变的，永远也不会减少。陈述完毕。简小晨，法官想问你，如果爸爸妈妈分开，你有没有想过要和谁一起生活？全体起立。鉴于原告被告感情出现隔阂，我愿以尽到调解义务，准予离婚，判定双方平分夫妻共同财产。在原被告生活期间，双方共同抚养女儿，因此本院认为，原告对女儿的生活习惯、学习状况较为了解，且原告目前有稳定的收入，具有一定的抚养能力。考虑到简小晨系女孩，目前正处于青春发育期，有母亲陪伴、照料和教育，比父亲更为有利。鉴于简小晨已年满13周岁，本院还征求了其本人的意愿。简小晨表示愿意随母亲共同生活。据此，本院判决简小晨由原告抚养，被告简佩然每月给付女儿抚育费5000元，至简小晨18岁止。现在闭庭。